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圈。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大史界文集。翟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关注以伊战争啊，现在美国打算出手了吗？川普他已经是宣布说，可能会在这个24小时之内，美国会有动作啊。他在战情室里头开会议啊。那匿名的政府官员透露呢，美国的立场与川普公开说法是一致的，那就会威胁。他们讲说，伊朗如果不投降的话，美国就会参与攻击，可能会在24小时之内动手。那时间点可能就是在美东时间的周三晚间。那美国媒体讲说，川普现在已经是下令准许攻击伊朗，但是最终的命令没有下，这是《华尔街日报》透露出来的。川普告诉了高级幕僚，他已经批准了对于伊朗的攻击计划，但是最终命令还没有下达。那现在就是在观望伊朗会不会呢？他们当局放弃核子计划来作为他是不是美国会出手的一个决定。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接受福斯新闻的前主播卡尔森的访问当中，他提到美国协助以色列对伊朗进行空袭哦。那卡尔森就说，白宫不久前才否认过啊，美国参与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行动，并且询问克鲁兹是否知道这个伊朗的人口数量跟民族构成的问题哦。倒是这克鲁兹连连语塞，好像也答不上来。但是呢，现在有消息人士指出，福特号航母的打击群哦，大概下周就会部署在以色列附近的地中海东部。那现在在波斯湾这边的卡尔文森号航母啊，还有尼米兹号航母啊，将会就是一起行动啊。那从这个卫星的影像当中显示，周二已经有4架B-52H 的轰炸机停泊在这个印度洋的这个迪亚哥加亚西岛基地这边南部的加西亚基地的这种停机坪上面。那这个基地呢是美国向英国租用的这个军事基地哦，所以看起来美方已经有一些军事的部署动作了。那还有这个纳坦雅胡也是感谢川普的支持哦，他在6月18号的时候发布了影片，强调以色列会对德黑兰的核设施还有军事场所进行空袭。那也感谢川普是这样站在以色列这一边。以色列是不是已经有点撑不住要向美国讨救兵了呢？他们的防长提到啦，他们说已经有摧毁了伊朗的国内安全总部，会继续打击伊朗的统治象征以及伊朗政权的军事标的。那这个消息人士也提到啦，说现在目前有多名的军事高层遭到击杀，哈米迪的核心圈等于是已经被掏空了，那也提高了战略误判的风险。有一名以色列的官员在17号的时候还表示该国连番袭击已经让伊朗的军事领袖纷纷逃亡。但是来看一下这个画面，这是伊朗的反击哦。伊朗对于以色列的反击好像发射了80枚的弹头飞弹，那划破天际的这些画面就被拍了下来。这一波的飞弹攻击是由超重型的导弹泥石飞弹拉开序幕哦。那它这个飞弹呢是3级构造，最大的射程是4000公里哦，发射重量大概是38公吨，至少有2到3枚这样的弹道飞弹是突破了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所以直接命中了特拉维夫一带。所以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是不是已经有一点好像出现破口了呢？根据相关的报道，讲到现在目前防空飞弹的存量大概只剩下12天，是不是等于铁穹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这些讯号呢？以色列是现在向美国来讨救兵因为恐怕面对到这个伊朗是没有办法单独打击的。美以有可能会联手吗？因为这个前以军的作战局长他讲说，如果美国没有迅速行动的话，恐怕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些核设施难以有效进行打击。但是呢，这个以伊战争的情况出现，伊朗呢首都德黑兰被人家拍到，哇，
哇，这高速公路上面全部都是准备要撤离的车潮哦。那高速公路上面塞的是水泄不通的情况。由于现在以色列的领空是关闭的，因此还有很多的民众是透过搭游艇前往塞浦路斯来逃避战火。以伊的这个战事看起来，如果真的升级为这个核战的话，这个影响非常严重。再加上如果美国接下来又参战，有可能这会持续扩大，整个中东会不会变成通通都是战火呢？那但是伊朗已经定调了，哈米尼是讲说，如果美国介入的话，将会导致无法弥补的后果。以色列是犯下了巨大错误，要受到惩罚。那但是如果美国加入的话，这事情只会更加的扩大。伊朗的官媒还预告说会有大事件。那他还上传了一段影片，让大家很害怕哦。我们来看看这个影片上面，就是有手摸着核弹模型的影片哦。那这是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 X 账号上面传了一段17秒，有一只手在抚摸核弹模型的照片。它贴文是没有文字内容的哦，但是在影片当中写了 maybe。就是有可能会这么使用吗？那哈米尼校正，伊朗是不会投降的。以色列也再次反击，空袭了德黑兰。所以现在看起来，我们刚刚看到了伊朗跟以色列哦，双方都已经这个等于说在空中交战啊，现在是飞弹战，但是下一步会不会再升级呢？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现在双方的校正越来越严重了哈。那么。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他指明说就是礼拜四，我们今天就礼拜四嘛，对，那当然以色列还没到啊，礼拜四会发生大事，这个他说这个绝对比这个去年这个在这个黎巴嫩，那个真主党他们那个呼叫器爆炸那更严重，呼叫器爆炸伤了3000人死了几十个人那他说这个会更厉害，结果呢，同一天这个伊朗的国家电视台他说这个也是说会有大事，这件事的发生以后会让人们记好几个世纪都还记得，这就是讲的狠话说的狠话说尽了，可是会不会发生不晓得。那美国现在这个动作，川普还是怎么样？是弓拉得很满，可是他没有箭没有射出去。他说美国的这个昨天报道，他说川普已经批准了支援以色列的作战计划，但是呢还没有不晓得什么时候要发动，作战计划已经批准了，那打不打不知道。那记者问他，川普就说我可能会打，我可能也不会打，我不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用这种威责的方式讲狠话的方式。那埃及以伊朗从头到尾没有示弱。那前天这个哈姆内伊他就说了，我们要严厉来惩罚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跟他的帮凶，战争开打了，正式开打。所以现在基本上双方的校正是已经怎么讲，已经是弓都拉满了。那事实上有没有打？有打。那打它还没有到一个怎么讲呢？完全相互毁灭式的攻击，因为我们不能排除伊朗没有核武对，那伊朗前天那个公布那个影像，这个手在摸那个核弹，虽然是个小还是个模型嘛，对，可是上面那一个符号，那个 logo 就表示是原子，全世界都是那个是属于nuclear。所以他的意思，那个炸弹就是核弹，对，那简直就是暗示我有上面那个符号，那是国际通用的，那个就是代表原子，原子能就是那个符号，是。所以大家都知道你虽然这个是小是模型，可是他告诉你那是一个原子弹。那现在就变成就是说，以色列也算是现在怎么讲呢？陷入他建国以来从最大的一次危机，国土被这个穿透攻击，而且呢，算是伤亡也相当的惨重。到底有多少伤亡？以色列不告诉你。他现在很多这个被攻击的地方他三缄其口。然后呢，现在也不让媒体进去，所以很多是当地的人，或者说我看大陆的很多媒体是新华社记者他这个
警报从早到晚，然后动不动就警报响了，就要跟着当地民众一起跑到那个避难所。出来的时候外面看就是烟硝弥漫的还有几个场景看起来也是炸得很惨。那有大楼整个被炸烂掉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就变成双方都不晓得怎么收了，不知道怎么收。可是整个来讲的话，对于以色列最不利的就是说他不能够速战速决，他不能够尽快的获得战果以后他就收兵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为什么国土狭小，2万平方公里，没有纵深。那他跟这个伊朗要打的话，伊朗现在显然是要打什么？打持久战，打消耗战。那所以现在就要看美国要不要下手了。那美国是军队派了很多，没有人保证他一定会用，因为川普事实上，如果他今天陷入上这场战争的话，他之前所讲的，他所做的，爱好和平，不希望死人这些话，全部都是空谈。对，而且他会被拖入到这个泥淖里面。所以呢，也就是说，像川普讲，就这1-2天很重要。我觉得我们看这1-2天是怎么发展吧。好，邱老师，真的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依我的判断我认为这1-2天可能美国就要开始空袭伊朗了。作战计划是已经拟定了。当川普从 G7 的会议提早离开，回到美国开国安会议、开战情会议的时候，其实他应该已经准备要开始对伊朗进行空袭，而且他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满，对哈梅内伊警告，要他无条件投降，而且还说明说他在什么地方，意思告诉你他随时可以斩首你哈梅内伊。但是呢，在伊朗的内部又传言说，美国准备扶持一个傀儡政权出来，而这个傀儡政权跟过去在伊斯兰革命1979年以前的巴列维政权是有关系的。你这不是给现在伊朗的当权派更大的压力吗？那除了作战计划以及即将可能的行动以外，那有没有具体的部署？当然有，3个航母战斗群已经到了伊朗的附近了。原来的尼米兹号是从南海过来，再加上卡尔文森从红海上来，现在连美国很少露面11万吨排水量的福特号都来了。当美国动到3个航母战斗群的时候，依照过去的经验，就是准备开打的前奏。除了这个以外，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在印度洋的基地里面，现在已经停了 B-52H 的战略轰炸机，也停了 B-2 的幽灵轰炸机。这个 B-2 幽灵轰炸机要干嘛的？大家都知道它就是要载着这一个钻地弹，准备要把伊朗藏在地底下的这个核设施基地把它给毁掉嘛。所以美国是准备要动手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川普一贯谈判的技巧。他的谈判技巧一定把调子拉得很高很高，拉到破裂边缘。然后在破裂边缘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转弯呢？也有可能。在川普第一次担任总统的时候，那时候在朝鲜不是也风云遍布吗？也是3个航母战斗群都到了。可是就在临发生战争的前夕，他突然跟金正恩2个人携手言欢，还说金正恩很喜欢他这个老大哥，所以战争就停止了。所以有没有可能这样呢？我认为这一次的情势比那个时候的韩半岛要紧张太多了。因为这一次等于是跟川普非常喜欢的犹太以色列是捆在一块的。刚才大使都说了，以色列这一次很惨以色列说很强，它的防空体系全世界第一，密度第一，
它的性能第一，但是这一次它先被这一个伊朗的无人机跟巡弋导弹把它的防空系统给耗了，然后紧接着来的就是像法塔赫这样的高超音速的弹道导弹，所以就突破了它原来觉得非常紧密的防空系统嘛。而以色列又很小，不到2万平方公里，这么小的地方，它的战略纵深几乎是没有，所以一旦被攻击，被饱和式攻击，它所承受的杀伤力很大嘛。所以你们不要看我们的战损报告里面，好像伊朗死好多人哦，伤亡好多人哦，以色列很少，错了。伊朗有165万平方公里，以色列才不到2万平方公里，两个差这么多，在饱和式攻击之下，以色列能够撑多久？所以纳塔尼亚胡当然也希望美国赶快出手啊，可是美国一旦真的出手去空袭伊朗，那就是伊朗没有退路了，逼到绝路了。我们国际投资专家最担心一件事，就是伊朗到最后下了一个下策，封锁荷姆兹海峡。你知道今天的国际油价，已经是每桶76块美元了。一旦开始封锁，很快突破80美元、100美元，甚至涨到我们几乎不敢想象的130块美元。大家记不记得台湾发生过2次石油危机，造成多大的一个伤害？我跟大使2个比较老，我们应该经历过，对不对？主持人年轻，李教授可能也年轻，没有经历过那个恐怖。第一次石油危机1974年，我在念高中。那真的是一场噩梦。到现在为止，如果美国真的动手了，那石油危机真的要发生了。好，李老师。对，因为我觉得，当伊朗被以色列攻击的时候，其实大家最好奇，或是最耐人寻味是，你发动攻击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你的后面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因为类似这样你来我往，去年就有了。去年4月份的时候，伊朗不是有对以色列发动长城奔袭，当时也号称是最大规模的机群无人机，但90%几都被拦截，也几乎还有预告的。去年10月份，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也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但是当时的选项是什么？只打军事设施，没有动油田，没有动这个伊朗的这个核子设施、研发设施都没有。那代表什么？代表说这一次，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所打的主意就是，我不管美国跟伊朗之间谈判结果如何，我就是要动手，而且很可能当然现在没有证据，很可能在动手之前，其实内塔尼亚胡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游说成功，不只是美国，也包括主要的西方国家。怎么说？在发动攻击前的几小时之前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才刚通过个决议。这个决议是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联手提出。决议的内容是判定伊朗其实没有符合 NPT 就是禁核扩散条约的相关义务。那这投票的过程是大概有10几个国家是赞成，11个国家是弃权，3个国家站出来反对，包括中国大陆，包括俄罗斯。我觉得这个有点是在外交上，在法律上给了一个开战的正当性，我觉得这个不可等闲视之。所以内塔尼亚胡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都知道，他不希望以色列面临到核子的威胁，所以到一定临界点的时候，他就要发动攻击。因为 IAEA 说有可能很快一步之遥9颗这个核子弹，那以色列自己讲说是15颗，但最后一句话是，其实我觉得内塔尼亚胡挑这时机是他认为是千载难逢了。错过就没有。为什么？第一个是伊朗周边的过去他的西小老弟，包括真主党，包括哈马斯，甚至包括这个叙利亚，基本上在过去1-2年之间，基本上这威胁都被以色列清了差不多。对。第二个是很难找到一个美国总统是这么的支持所谓的伊朗，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在整个内塔尼亚胡在评断的时候，他一个后面动手的一个主要的理由，跟后面比较深层的思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
好，来看一下现在目前最新的消息哦，因为川普不是已经准许了这一个等于说参战计划嘛？那纽时也曝光了，说如果美国决定要介入以伊冲突的话，目前部署在中东超过4万名的美军哦，包含了驻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这些地方，将会沦为首要目标。那德黑兰发射飞弹到命中哦，大概只要3到4分钟时间。换句话说呢，中东的4万美军可能会沦为伊朗的这个火把，那最多只有4分钟逃命哦，这是纽时帮忙估算出来的。那另外看看中国大陆的动作，现在这个有一些美国的媒体也在讲说，有3架神秘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波音747货机接连起飞，穿越了中亚之后，就在接近伊朗的时候失联。那虽然这个飞行计划显示它的目的地是卢森堡，但是却没有接近欧洲的领空，现在引发外界的揣测，这些货机是不是实际上可能是要支援伊朗，并且运送军事装备呢？就开始绘声绘影了。但是呢，中国大陆已经是宣布说要撤侨嘛，所以明天开始呢，中国公民可以搭乘巴士、大巴分批撤离哦。那王毅也通话了埃及的外长，谈到了中东的局势。那他说，以色列呢造成了中东局势骤然紧张，中方对于事态可能走向失控深感担忧，呼吁以色列应该要立即停火，缓解紧张的局势，重回对话谈判来创造条件。那美国是否介入，现在其实引发了 MAGA 阵营里面的内战哦，就是代表 MAGA 里面其实有2派，就是有些人不觉得要这样子参战的哦。那根据 BBC 报道，川普简要的谈到了 MAGA 阵营里面对于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打击是存在的分歧。那他说他的支持者是支持他的，不希望看到伊朗拥有核武，但是很多人是不希望能够继续就是把这个战争的危险态势升温。那另外我们看一下 G7 哦，也看起来这个美国的影响力是不是不在了呢？ G7 峰会哦，其实最后并没有就乌克兰发表联合声明哦。那有人透露就说这是美方希望能够淡化相关的内容，因此泽伦斯基要哭啦，飞了8000公里到了加拿大，结果一场空哦，也没人见到川普。那普丁倒是讲说愿意跟泽伦斯基见面，这会不会是早就等着这一刻了？因为普丁可能就已经知道川普是搞不定这件事情了，所以他其实是希望美国不要来插手俄乌，他才能够跟泽伦斯基自己来谈。那所以现在看起来以伊这个冲突啊，美国已经忙不过来了，所以俄乌可能要自己来谈。那另外呢，印巴也是一个冲突点呐。那美印的领导人对话呢，现在看起来也没有谈成嘛。那印度的外交秘书他们讲说，原本是要在 G7 会晤，但是川普提前返回美国了。双方只进行了35分钟的通话。印巴在5月初的时候局势升温，川普当时是讲说是他协调的，不过莫迪否认说这跟你美方没有任何的关系哦。那现在他们讲说，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是巴基斯坦坚持下进行的，印度过去也没有接受过调停，也绝对不会接受。但是呢，川普竟然现在要跟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碰面哦，所以这个局势也是挺诡谲的哦。我们来问一下邱老师怎么看？一旦美国开始空袭，开始去炸伊朗的核设施，那伊朗就一定要对美国反击。那美国在中东地区有4万多的驻军，还有许多的基地，可能就会遭遇到危险。尤其现在大家讨论一个焦点的问题，到底伊朗有没有核子武器，有没有核子弹头？大家都确定伊朗的铀浓缩已经到了成熟阶段，那离着有核弹头可能还有半步之遥。那它是不是它有核浓缩，它有浓缩铀，它就会有核弹头呢？在今年3月的时候，刚才主持人提到 MAGA 的阵营里面发生了内讧，里面最漂亮的那位阁员就是现在川普一力提拔，原来是民主党倒戈过来的加巴德。加巴德是情报总监，他曾经公开说，还撰文，他说伊朗没有核子武器，
也就是说，如果依照加巴德的说法，现在说要去以伊朗有核子武器要去打伊朗，要去空袭伊朗，对伊朗开战的很多的说法，那就变成了加巴德口中的弹头学者、弹头专家，或者是战争贩子。可是到底伊朗有没有了？现在没有人知道。那因为没有人知道，就产生了不确定的恐怖感。但是川普对加巴德的这个说法很生气的，所以他现在准备要去修法，要去把情报总监这个位置，情报总监本来在上面是管 CIA 跟 FBI 的，他现在要把情报总监降级，降成 CIA 里面的一个高员哈。所以呢，也就是川普这个人是小肚鸡肠、有仇必报的人。好，那至于你今天如果美国介入了，以色列就元首啦，所以这时候以色列的战力就大增，伊朗本身就很可能最后会走到更凄惨的地步。所以这时候伊朗后面他在希望中国跟俄罗斯能够助他一臂之力。习近平在中亚，他曾经说过谴责以色列这一种侵略的行为，他似乎有挺伊朗的意思。王毅也说过类似的话。那中国会不会有实际的行动呢？那从14号、15号、16号有3架神秘的747的波音货机，是从中国出发，在战火密布之下，他到了伊朗，到了德黑兰，连续3天3架货机，是不是中国载着很多的军援到了伊朗，来作为伊朗的后盾？这变成是大家在揣测的，所以才有神秘货机之谜嘛。而那个货机其实叫做卢森堡货运航空。那卢森堡货运航空怎么会跟中国扯上关系呢？它是从中国出发，难道是中国委托它运吗？那我告诉大家答案好了，因为卢森堡航空大概在几年前有一家大型的中资企业投资了它20%的股份，这家中资企业是中国荷兰省的货运航空公司，他投资了20%，是卢森堡航空的第2大股东。所以很多人说这一个货机，这三架货机笃定是中国的援助来了。那如果真的是中国援助来了，那对于这整个伊朗在这个以伊战争里面，那当然行情大涨，这个战争才有得继续打下去。好，来问邱老师。对，这次就是说 G7 峰会啊，事实上大概已经是宣告 G7 这个架构啊，已经淡出这个国际社会这个核心的舞台了。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影响力跟它的形象啊，可以说是碎了一地。最主要就是说，它本来这里面就是最主要就是靠美国的。结果美国总统去了1天就走了，后面2天也是放鸽子，放牛吃草。那6个国家坐下来面面相觑啊，他们能谈出什么事情？他们能做决定呢？最后连一个联合声明，美国都不让他发。那这个联合声明就是要支持俄乌战争，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川普连这个口惠他都不愿意给了。所以，因为他们是主要是这种的这个组织啊，它是走这个共识决。那有一个方面不同意的话，你就很难让大家就说哎呀，那我们就通过了，表决不行，这种都是要共识决。那另外一方面，如果美国公然反对的话，你出来以后，美国说川普这个人嘴巴这么大的，他就说我没有支持啊，是他们自己6个国家自作主张。那弄得更难看。所以干脆就没有发表。可见这个川普是很记仇的人，他是不太能够得罪的。那时候那个泽伦斯基真的是搞不清楚状况，跑到人家家里面跟人家吵架，这个不足以谋国。你要做一个国家领袖，你要相忍，你要能够忍耐，你要能够机智的化解这种压力。结果他就跟这个川普硬干，你以为川普不在乎啊？川普
拜登到现在每天还被川普拿出来念3次，对不对？什么事都是拜登，可见他恨拜登有恨得多深，就是因为川普整过他拜登整过他，他认为他把这个司法武器化，然后到现在他还觉得，这川普到现在这个仇还没报完。你想泽伦斯基，川普本来是认为就是说你是我的属下，你听我的事情办就好了，结果泽伦斯基不但不听话，还要跟川普这个斗嘴，然后呢让川普事实上颜面无光，所以他今天事实上被放鸽子他自己要负一半责任。那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现在已经立场连这个支持乌克兰口头上都不支持了，你想行动上会有吗？那美国现在川普已经很清楚啦，你们我是跟普丁在谈这件事情了，我跟普丁谈完，你们接受也好，不接受你们就看着办。对，要不然我就不管。那你们欧洲人要去玩，你们自己玩。可是 G7 是我有一份，我就连口头支持我都不给。所以你就可以想见乌克兰跟泽伦的斯基的命运真的是很不乐观的。好，李老师。对，刚才提到说这个以色列的最重要目标应该还是这个核子设施、核子能力他想帮设法要把它降低。所以意思是说，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而言不管伊朗跟美国的谈判结果如何，他就是要动手，而且不但动手，而且希望美国跟所谓的西方这些主要的国家不只能够理解，尤其是美国最好能够一起来包括有一些藏在这地下比较深的一些核子设施、浓缩铀设施，可能还是要靠美国的情资，还有美国这种专地的这种炸弹，才有办法去做击杀。那至于现在有个关键内塔尼亚胡到底有没有更多的目标、更具野心的目标，那就是政权更替，就是以哈米尼为目标。这一点外界可能还无法判断，因为毕竟伊朗不是真主党，不是哈马斯，因为在过去1-2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是不断的去击杀所有的这些领导阶层，毫不手软。但哈米尼毕竟是一个人口9000万的大国的这个最重要的领导者，所以后面会有一些后作用力。所以对这一点，我觉得目前来说是难以判断。但对美国来说，刚才有提到，那川普打的主意是什么？我觉得一开始川普打的就是我可以谈判桌上解决的。我可以不用动手，但是即便是现在有一些阴谋论说你们在唱双簧在黑白脸，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川普前一阵子才去中东访问3个国家，他所在意的地方就是军购、军事投资、能源合作、大的企业、大的单子，这是很符合他这个谈判的一个个人的风格。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排除目前美国的国安团队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鹰派的。还是有一些有点像是过去在共和党执政里面我们叫新保守主义，就是要造成地貌的改变、政权的轮替，但这一派其实会被 MAGA 强力的压制。但是现在川普很难，因为我们都知道，以目前这几任的美国领导者而言，川普真的是对以色列很好，跟内塔尼亚胡的关系非常好。我们一直在提说，川普1月20号就任之后，谁是第一个进入了白宫的外国领导者？就是内塔尼亚胡。4月2号对等关税宣布之后，谁又是第一个踏入白宫的？还是内塔尼亚胡。所以这一点其实让川普的政策里面有点这个怎么讲，左右在摇摆当中。但我相信他是在外交上、军事上会支持以色列，但会不会是实际出动美国的军力，大幅的去打击以色列？这2天应该可以做一个判准。我还是会认为说，川普会把以色列的军事攻击视为是他下一阶段谈判桌上最重要对伊朗施压的筹码，要逼伊朗就范但是假设前提是伊朗的回击是没有弄到美国，假设打到美国，我觉得川普就一定会动手，而且非动手不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美国现在本身自己的经济状况川普一直很希望赶快，是不是要降息呀？那这个 Fed 他们现在说维持利率不变让这个川普气炸了。他现在就是对准了鲍尔那鲍尔的讲法是说，他们会在等待数个月来了解关税对于通膨支出就业的影响，再做更好的调整。那这个川普就臭骂他，就说川普这个蠢货肯定不会降息。
息的。他说应该要一口气降个10码才对哦，因为欧洲的中央银行已经降了10次，美国1次都没有调整过，甚至呢，他还就是想要自己来取代鲍尔。我们来听一听。We have a stupid person, frankly, at the Fed. He probably won't cut today. Europe had 10 cuts, and we had none. And I guess he's a political guy. I don't know. He's a political guy who's not a smart person. 对，他甚至想要自己来领导联准会哦。但是呢，你看看现在在国际之间啊，不只是中国大陆在卖美债哦，还有这国家，哎，这个标题大家就赶快点进去看是哪一个国家？原来啊是这个美国算是小老弟啊，加拿大是减持最多的国家哦。中国大陆才减持了82亿，加拿大是偷偷卖了578亿的美债，因此他现在已经不是持有的前5大喽，他现在已经是离开了前5。代表加拿大，我在这个美国隔壁啊，我现在对美国很不爽啊！我不买你美国货，我连美债我也开始在抛售哦。那再来看到了美国财政部的一些数据，现在美债的前3大海外债主哦，只有日本跟英国是在增持的哦。那中国大陆也是不断在抛售当中啊，在卖啦，也没到抛售啦。那贝森特就讲说，稳定币现在有助于提升美债的需求，加密货币不会对美元造成威胁哦，稳定币反而可以巩固美元的霸权哦，他是这么样看待的。但真是如此吗？中国大陆现在有全球前3大比特币的矿机制造商正在美国来设立生产基地。那比特大陆跟这个迦南科技哦，还有这个比特维合计制造了全球大概90%的比特币挖矿机哦。那这些制造商打算要到美国来设厂。那美国的晶片，倒是因为这个晶片战哦，就自己传出裁员的消息啊，接二连三。Intel 的这个晶圆制造部门现在全球传出要裁员20%，大概是1万名的员工哦。所以这恐怕是川普始料未及的哦。本来是想要打中国大陆，结果自己美国的企业伤得很重哦，连微软也传出要裁员，这个数千名销售的职位，上个月才裁了6000人哦，所以一波接一波，现在这个裁员还没有到尽头哦，还在持续增加当中。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白宫主管加密货币还有 AI 事务的负责人萨克斯，他说现在中国已经能够熟练的绕开华盛顿的出口管制，对半导体的设计能力大概只有落后美国2年。如果我们对于全球市场的销售限制过严的话，总有一天会后悔莫及的发现，怎么突然之间华为到处都是啊？这个市场原本是我们的呀，那为什么当初不趁机巩固优势呢？就是因为要搞这卡脖子结果卡到了自己。那现在川普集团呢，还说要打造一台这个手机，这个金色的设计叫做 T1 这种智能手机宣称是美国制造，但大家就想说很质疑啊，就想说你制造得了吗？搞到最后会不会还是这个美国还是中国制造？就像这个川普的周边商品啊，全都是来自义乌，大概这种概念。我们来问一下邱老师。大一的学生在念货币银行学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部分叫做中央银行篇，里面全世界有2个代表性的中央银行制度，一个是英格兰银行制度，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联准会的制度。而在不管是英格兰银行还是美国的联准会，它都要遵守2个绝对颠扑不破的铁律。第一个，央行的运作要超脱于政府之外，它不能受到政府的干预，它不是政府底下的行政衙门，它有它独立的专业的判断与思考，所以它是超然于政府之外。第二个，它的目标是要维持这个国家货币供给的稳定，还要维持这个国家的物价稳定，要防止这个国家出现通膨的危机，这是2大铁律。所以美国联准会的主席，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台湾过去的最有名的中央银行的行长，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彭淮南，再加上早一点的余国华，解决石油危机的余国华，他们基本上都很受到大家的尊重，没有人去骂人家说是奴才的，骂人家是废物的，没有这样的。你看看美国过去联准会的主席葛林斯潘、耶伦，
地位多高？鲍尔就是接着耶伦下来担任美联储联准会的主席的。当然，他是川普第一任担任总统的时候任命他的。然后呢，在参议院通过了，拜登做总统也没有换掉鲍尔啊，因为鲍尔有专业啊。好，那现在川普又回来了，川普就逼了这个鲍尔要听他的，做他行政衙门的一部分。现在讲话更离谱了，他直接还把鲍尔叫到他白宫办公室来骂，然后威胁要换掉他，甚至什么话都可以讲得出来。他说他自己来管联准会。他自己来管联准会，不是破坏了美国传统以来为大家所信赖的中央银行制度吗？他的目的就是要逼联准会降息嘛，而且还不只是降1码2码，他说要降个10码。联准会又不是你的政策工具，你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呢？联准会的后面，你以为没有人支持鲍尔吗？支持鲍尔的人就是华尔街里面的金融系统。川普在马斯克这一战，他已经得罪了美国矽谷里面的一些资本家、科技新贵。好，那现在又对鲍尔这个样子，他又得罪了华尔街的金融系统。我问你，他都不知道他底下的2大系统，科技系统跟这个金融系统已经动摇了，他最后只剩下共和党的基本盘啦。所以他对鲍尔的这个态度，真的让我们学货币金融的人，真的必须要好好的修理他，骂他一顿。好，谈到美债，那美债的问题更严重了，你知道吗？尤其大量抛出美债的是谁？是加拿大。你知道加拿大是谁在主导这个事情？就是他的总理，新任总理叫做卡尼。卡尼原来干什么的，知道吗？卡尼原来做过加拿大的央行的行长，也做过英格兰银行的行长，也就是他管过加拿大的央行，也管过英国的央行，还帮助英国度过了脱欧的危机。他是内行人啊，他是内行人主导大量抛美债，代表什么？代表专业的人士觉得对美债没信心嘛，所以美债会崩盘嘛。这个讯息比日本卖、比中国卖、比英国卖更恐怖啊，你知道吧？而美债的崩盘，美债价格跌，殖利率就会升，利息支出就会增加。美国6月马上就面对借新还旧。你这时候利息负担增加，财政赤字又增加，你的举债现在又把举债上限提高，你使美国面对的债务破产的危机是越来越大了。所以我说内忧外患嘛。好，来请教介老师。这个 Intel 哈，事实上真的是欲振乏力啊，它会裁员啊，几乎裁掉它全球的员工10%以上啊，这个是大概10到25啊，这个有1万多人啊，相当的大。那会裁员最主要就是财务出现危机。财务的危机很简单，就是怎么讲呢？既有的畅销产品啊被人家取代，然后新时代的产品啊，它又比不过人家，所以呢，旧有的这个赚钱的现在被人家分走了。那新的 GPU， 它的 GPU 完全没有办法跟这个 NVIDIA 来相竞争，所以两头都失。所以呢，它这个主要靠这个芯片的这一部分啊，那制造也怎么讲，也不赚钱赔钱，因为它有这个 foundry， 还有代工它有制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的这个设计出来的 GPU 的产品又没有买主，所以就变成这个公司真的不晓得要怎么办。那这里面也要怪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的打压，这个晶片的打压。你要知道，以前这个我们玩这个个人电脑的时候不是手机的时候我们大概几十年前上面会贴一个亮亮的一个标志 logo， 它就写 Intel Inside， 哇，你只要看到 Intel Inside， 你就觉得品质保证，对不对？这是国际标准的认证。那美国现在对中国大陆，尤其对华为的 PC 就断供它不准你卖啦。那这个过去叫 CPU 嘛，对不对 ？CPU 了没有？那中国大陆华为今年年初已经全面不用到美国进口的这个所谓的 CPU，
它现在用麒麟 X90全面取代。那整个中国大陆这个华为的这个哈，所谓的这个 PC 哈，那整个 Intel 就失去它的市场了，所以就不断的，就是说它既有的这个赚钱领域没有，新的这个 GPU， 事实上 Intel 完全没有赶上这班列车，所以呢，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原因他上一任的 CEO 啊是一个吹牛大王。哇，吹得很行，然后呢，在这个制造上面做到14奈米以后就上不去了。那基本上现在7奈米，基本上大概主力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台积电，三星还可以有一点，再往下去的话，那 Intel 已经退出这个市场。可是他还是说他要回到这个市场，结果就投资了很多这种硬体的上去，结果呢，整个钱都浪费了。所以一个公司，说实话，你说要败，大部分是败在自己，另外一部分败在美国政府把他的赚钱的这些这种 CPU 自断生路。所以 Intel 我觉得他这次裁还算刚开始呢，未来我看每年要裁。但看这个更让大家恐慌了，因为那时候川普还要台积电去救 Intel， 还好没有。对，来我问一下李老师。对，这个字卡上有这个萨克斯他是美国白宫加密货币跟这个 AI 的主管的负责人。其实他这几个月关于一些中国大陆这个形势的判断，我觉得都蛮有趣的比如说他很早就讲说，美国领先这个中国大陆在 AI 方面可能就3到6个月。他现在又再讲一次，同时说，甚至在这个半导体晶片的设计上，美国的领先可能不足2年。我觉得也可能是个大实话。那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呢？他这里面特别讲到说美国不应该把这个市场拱手让人。他指的就是在拜登任内去年曾经这个弄了很多东西之后，说我们有个叫做 AI 这个技术的扩散的这个制度，基本上大家有没有印象？应该要在今年5月15号实施，但川普上任之后，很多的反对跟讨论说把它作废。当时拜登做法是全世界国家分成3等级，第一等级是美国的好朋友，包括台湾、韩国、欧盟、日本、澳洲、加拿大、纽西兰。最后一等级就是中国大陆，还有伊朗、北韩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等等。最后一个等级的是美国要禁止，完全禁止把所有 AI 技术提供，包括晶片。那第一个等级的地方是说可以提供没有问题，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中间包括加拿大列为新加坡列为第2级的国家很多，这些国家只能拿配额。比如说1年美国可以提供你5万个 GPU 或10万个 GPU，所以当时好多人就很反对说，那你现在不是把这市场让大家转而去跟北京寻求所谓的合作吗？对，好，所以现在的状况是说新的商务部在川普任内的 AI 的管制的这个细节还不知道，但是现在有几个大家是知道的，就是他可能会避免或者禁止把美国 AI 的晶片去训练中国大陆的 AI 模型，这是第一个。第二是只要你在全世界不管在任何角落使用这个华为升腾晶片，基本上就是被判定违背了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那第三很关键就是美国现在川普所要做的很川普，要一个一个国家来做谈判。